，OK 吧？那么在 ready 方法里边，当我这个 close 按钮被按下的时候，跟我们之前选择关卡界面类似的，这个时候依然是向上一级抛出我们的自定义信号就可以了。还有选择上一个角色，选择下一个角色，这个我们要看一下如何实现。选择上一个，选择下一个。如果是进入游戏按钮被按下的时候，那就比较简单了。我直接告诉上一级玩家点击了进入游戏按钮，并且这个信号需要告诉外界当前玩家所选中的是哪一个角色，也就是这个角色里面的第几个索引所代表的元素 ，OK 吧？那继续来看我们上一个和下一个要怎么处理。选择上一个按钮的处理函数和下一个。其实啊，无论是上一个还是下一个，其实最终我们要实现的都是一个选择角色的这么一个操作，因此我们可以实现一个选择角色的这个方法。选择角色的时候，通过我当前可以直接创建一个叉，通过在这个 characters 里边找到符合条件叉 index 元素，然后实例化它，对不对？实例化之后呢，这个地方我可以先 remove 掉它自身的第0号元素，同时给它上面添加上我自身，这样就可以吧？那上面这2个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去调用这个方法。但调用这个方法之前，要把这个叉 index 的设置改一下，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这样来实现。那么首先，如果你选中的是上一个，那么我们的 index 叉 index 就等于 index 减1。如果这个叉 index 大于0，否则那我们要循环的去查找它，否则的话，这个叉4它就等于这个叉4的尺寸减1，然后调用这个 select 角色 select 叉。那么选择下一个就是相反喽，反过来它等于原来的 index 加1，如果它小于这个尺寸减1，否则的话它等于0，这样来设置。这个设置它有报错的原因是这个 index 应该叫做叉 index， 我们的编码有误啊。别忘了，在 ready 的时候，我们就调用一次选中角色，以此来选中这个数组里边的第0个角色。好，我们实现了这个代码，那么现在可以运行当前场景看一下。运行当前场景的时候，它有报错的原因是这个数组似乎是空的，所以在这个位置，如果这个数组它为空，我直接返回再去运行，不能叫没有问题。有一个问题，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角色我们运行游戏，它直接受重力的影响落下去了。这个我们不希望它落下去，它受重力的影响是因为它自身的脚本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让它没有脚本，可以让获取到它设置它的脚本，给它一个空，当前的脚本给它干掉，再运行当前场景。是因为这个 select 直接为空，没有继续进行下去。回到这个根节点，发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改了个名字，所以它又变成0了。我们把这4个元素拖过来，有了4个元素之后再去运行它。那创建好之后，这个角色也不会落下去，因为呢，当前这个角色是没有脚本的。不信，我们可以在远程里面查看到当前这个角色应该是在这儿，一层一层的到下面看它的脚本当前是为空的，这样可以了。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位置，那么当前这个场景我们就实现完了。那么回到我们慢场景下，那这个时候聪明的同学已经想到了，我们是不是就需要再新建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就叫做 select char， 或者叫做 select character state， 选择角色状态。那么在上一级，我们就应该改成选择角色，先选择角色，再选择关卡，好吧？先选择角色，再选择关卡。选择角色先给它断开，再添加上一个新的事件处理函数。那么下面这个位置，它有可能切换回上一级，也有可能跳转到下一级。下一级是什么呢？是 select level， 它有可能跳转到 select level， 但是它不会跳转到 game 场景。2个我们添加好了，那么这一级也是2个我们添加好了，别的就不需要修改了。这个不对了，是返回到 select char 场景。大家理解这个逻辑关系吧？
所以呢，我们这里理一下啊，在这个地方代码里面，我们继续的来调整它。上一集已经改了啊 ，select correct 选择角色。在选择角色这个位置呢，我们依然是把选择角色这个场景拖过来，方便等下我们实例化它。在这儿呢，我们实例化它，当前关卡就等于 selector char for 实例化。实例化完之后呢，它自身的两个信号我们需要设置，一个上面的这个信号，这个信号会让我们回到 menu 界面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另一个就是我当前这个界面有一个 button enter game 进入游戏这个信号啊，还传给我们一个参数，这个参数就是当前的角色的场景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当前这个状态，设置它的 meta 信息。我当前控制的这个角色的场景存为一个元数据，再来让它切换状态，切换到下一个状态，在这儿复制一下 to select level 切换关卡。那这个切换关卡位置啊，它返回的时候就应该是 to select character 选择角色啊，进入游戏画面，这个位置不变。但是呢，实际到游戏的这个画面的位置就要改变一下了。改变什么呢？我们原来 level 里边看一下，这个 level 里边，我们实例化角色这个地方是不是实例化这个角色的时候是通过一个 character， 但它是一个常量，因此呢，我们需要给它改为一个变量，或在这儿给它一个前缀，代表它是一个场景文件。回到上一集，在这个位置，当我准备进入这个场景的时候，实例化好之后，进入这个场景之前，那么我可以改变它的 ACTER， 改变它的这个变量，改变成什么呢？获取我当前的元数据呗。这个元数据叫做 P 叉，这样理论上是不是就可以了？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全部的修改呢？当然了，也有可能在某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存在 bug， 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到游戏里面实际测试。点击新游戏，选择角色，选择第二个角色，点击进入游戏，选择关卡。进入游戏，它创建的就是这个小青蛙忍者。这个青蛙忍者所需要的所有的美术素材，也没有任何问题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对玩家收集道具这个打印好像现在我们也不需要了，这个地方关掉它。这样呢，我们用一期视频的时间呢，就完成了一个玩家选择角色的界面的制作。不知道大家觉得这种实现方式怎么样呢？这里老李我也多说两句。这个位置啊，其实我们实现的方式可能并不是最优解。我能够想到的一个修改的地方是，这个地方我们传过来的是一个场景文件了。但实际上呢，我们也可以把刚才这个 character 已经实例化好的 character 直接传过来，当然这也是可以的啊。这个就是见仁见智，大家自己来思考如何的去实现，如何的去灵活的变通。这里呢也就不多说了。还有一些其他的实现手段啊，都是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奇思妙想来修改的。在下一期里面，我们要对整个的项目进行盖棺定论，我们要完成最后一期。最后一期呢，我们要实现游戏主界面的UI效果。OK，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老李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赞一键三连，也别忘了关注我，甚至给我充电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老李，一个游戏人，除了游戏我也不会别的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